那这一则的真实灵异经历，难得的出现了一位女性为主角儿，然后这位女性我们照惯例称她为小星。那这个小星呢，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人啊，是我们厦门隔壁一个叫做泉州的地方的人啊。这个小星呢，家是住在泉州一个很老城区的一个老房子。他们那个城区很有意思啊，他们那个区域啊，就是离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店街很近，小商店街，所以那个商店街都是矮房子，最多呢就是3层楼，但普遍都是1层2层这种矮房子。那这个小星他家呢，就是在一个2楼。他们家当然那整栋都是他们家的啊，他们家1楼租出去了，租出去给一个商店，那2楼就是他们家自己住。那这个小星呢，平常是做这个某运营商的客服啊，某运营商的客服啊，这个做客服工作呢是相当辛苦的，又受气啊，又这个受累，很辛苦。那在2014年的时候，有段时间呢，这个小星呢，他们那段时间比较缺人，所以呢，下班时间比较晚。那回到家以后呢，由于下班不久啊，他就还有些亢奋，不知道是不是在跟这个没有礼貌的客户在吵架啊，所以他有些亢奋。加上这个小星呢，本身他的睡眠就不好，所以他就靠在床那边刷手机。时间呢，已经到了晚上3点多了。这个时候，小星忽然发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时不时啊，就听到有咳嗽声，就叫这种咳嗽声，而且感觉这个咳嗽声离他家不太远。是在外边街道上，因为他们家是个临街的房子，而且这个咳嗽声出现已经很久了，时不时就这样。那虽然有咳嗽声，但是也没有多奇怪，所以他去上了一个厕所，准备回床上睡觉的时候呢，顺便通过他家的窗户看了一眼，谁这么3点多还在街上？他一看呢，街上没人。但是就是时不时有一个这种咳嗽声。那小星刷了一会儿手机呢，觉得有睡意了，他就闭眼躺在床上。那躺在床上呢，他忽然发现那个咳嗽声又出现了，但是这个咳嗽声比刚才听到的声音大了不少。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咳嗽声离他近了一点，变近了。但是他也没当回事儿。隔天呢，小星就继续他忙碌的工作。又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小星工作的距离，工作地点的距离呢，离他家并不远，所以他一般都是走回家的。那由于是夜班啊，快到家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夜了，路上没有人。很正常，没有人。小星走在路边，这个时候呢，他听到他的背后有着的咳嗽声，很清晰，很近。他一下有点吓到，之前走在这儿没有感觉到有人在背后，因为有人在背后跟着走的话，其实在那么深夜无人的街上是很清晰能感觉到，他完全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人。怎么会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咳嗽声？他回头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任何人。那他就回家了。当天晚上呢，他也时不时有听到，虽然没什么，但是呢，突然出现在身后呢，他还是会害怕呀。他仔细想想，是不是变态呀？是不是他们有变态在他们附近，最近在他们附近这个游窜，这个变态这个喉咙不太好，他就担心是一个变态。
那第二天休息了，就是他那天没有上班，是休息轮休。小新呢就在家吃饭，他边吃饭就跟他妈说了这个事儿，就说：“哎呦，这两天老是听到我们家附近有人在咳嗽，昨天回家的时候呢，我背后也有咳嗽声，但是看不到人。”然后这个他妈说：“哎呦，那是不是挺危险的？是不是真的有坏人呢？”他说：“不然就让你那个住在附近的朋友，跟你一起下班住在附近的朋友，争取每天就送你拐过来送你一下，把你送到家门口这边。”小新听他妈这么讲，一愣，我说：“我没有住在附近的朋友啊，你没有同事啊？”他妈说：“不对啊。”他说有一天晚上起夜，他母亲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然后顺便看一下小新回家没有。这当妈的嘛都比较操心，那看到他还没回家，就窗口满看了一下，随便看一下，哎，有没有回来呀？哎，果然看到小新正在往家走，而且呢，小新身后啊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女生，个子非常高，至少比小新高1个半头的样子，跟小新贴得很近，偶尔呢还低头到小新的耳边，好像跟他在耳语什么，感觉哎关系应该非常好。小新听到他妈这么讲，不会吧？他从来都是一个人走回家。他反复跟他妈确认说：“你真的看到？你不是吓唬我或者开我玩笑吗？真的有你看到这样一个人吗？”他妈妈也吓到说：“啊，你没有这么一个同事吗？”他妈妈当时看到那个情景，以为他同事住在他们家附近，跟他一起回家，而且关系是很好的那种。他妈当时还在想说：“哎呦，他女同事个子这么高哦，打篮球的吧？”他妈妈也吓到了，他妈妈当天就去这个寺庙去拜拜，他们家离那个泉州某著名寺庙也很近，很近，那去拜拜，还求了平安符给小新。小新当然也是吓到，也有跟他的同事说这件事情。哎呦，我妈妈看到一个很高的女人晚上跟在我背后。同事呢，听了他的这个事情之后呢，不置可否，但是建议他买一个小的这个强光手电，带电棒的，就是现在有那种强光手电嘛，很小，但是呢，它除了照明之外，它还有这个电击的功能，就按下去，滋，哎，遇到坏人可以使用，是属于一种合法的防卫武器啊。那小新就听了他同事的话，就买了一个，加上他妈妈给他的平安符，双重保障，这个就安心了一些。那之后的几天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刚好也轮到小新上白班。那没什么事之后呢，小新也就渐渐的不太去在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轮到小新上夜班。那小新想起来之前的这些事情呢，他还是有些紧张。想到晚上下班呢，要一个人回家又很害怕。虽然无论是变态还是真的碰到了这个鬼魅，他一方面有这个电筒电棒，一方面有这个护身符，按理说没什么好害怕，但他当然还是会怕。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就一路不停的回头，好在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是就在小新临到他家楼下的时候，就准备要进他们家门的时候，在街尾的远处又传来了那个咳嗽声，很清晰，夜晚的街道非常清晰的就传了过来。小新还没有进门，就听到这个咳嗽声，就一下僵住了。他就下意识的想从包里找手电，那个手电电棍。突然发现，因为之前一阵的没有任何事情，
他大意了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忘在家里了，那个护身符也缠在那个手电上，没带。他转头看了一下街上没有任何人，他就赶快上楼。但他上楼以后呢，还有一些惊魂未定，就不停的在窗口想看看外边有没有人，都没有人。但是他还是非常害怕。那无论怎样，还是要上床休息的。小新正在要上床休息的时候呢，头转在床这边，正要把这个被子铺好，他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两声，不是在他的正背后，是在他背后的窗户下边。他家就在2楼，这个咳嗽声就从他窗下传来，非常清晰。他刚想走到窗边去看，又听到而且这个时候不光有咳嗽声，还加了一声这样一个声音。小新哇，吓到，真的有人，赶快拿着手电到窗口往下照，没有人。这下他更害怕，他说哇，这要真的是个变态，他躲得也太快了吧。在窗口看了很久，往街上到处照，都没有人，没有看到人啊。那可能会不会是我听错了呢？小新这么想。那他就去睡觉。但是由于这个就在窗户底下听到的这个咳嗽声呢，确实距离太近了，他心里一直毛毛的，睡不着，翻来覆去，怎样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有了那么一点睡意的之后，突然咳嗽声又传来了，而且这次的咳嗽声就在他身边，就在他床边，而且除了咳嗽声之外，就这个之外，还有一声嘿，这种一声有点那种得意的嘿，这样一声。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小新下意识就要喊，但是他要喊的时候，发现他自己完全喊不出来，而且他的头很奇怪，僵住了，不能动，他的头僵住了，完全动不了，但是身体可以动，脖子以下是可以动的，就是头动不了，感觉就像一个巨大的力量把他的头捏住了一样。他赶快睁眼看，睁眼一看，他的房间是一片漆黑，一丢丢光线都没有。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漆黑，因为平常无论多晚多没有光线，他的房间是有微光的，有夜光的传进来，透过窗户传进来的，多少能看见一些东西。但现在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加上他的头僵住不能动，身体可以动。想起手电，他在睡前呢害怕，就放在枕头边，就赶快伸手去摸枕头边上的手电，抓起来手电就开始乱照，想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哎，手电呢可以照清楚景象，可以照亮，但是呢小新在透过这个手电的灯光看到他屋子里的景象的时候，感觉很怪，好像从水里往外看东西，就是有点糊糊的，好像从水里边往外看景物的那个感觉。而且手电照来照去，感觉上房间似乎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随着这个手电的这个光圈在他房间里左右照，小新惊恐的发现不对。哪里不对呢？他的床边很近的地方有2条腿和一个下半身在那里，只是下半身半透明的，所以他一开始手电筒照的时候他看不见，他没有注意到，加上他的视线模糊，一个半透明的下半身在他的床边，
只有下半身，上半身呢完全看不见。小新就还是想叫，就吓到了，呜呜呜就叫不出来。他下意识就把那个手电的电棍就按出电火花来了，就啪啪啪啪啪啪啪，滋就按出来了。就在他把这个手电按着，这个电棍按着的时候，一个半透明的人从他的视线由近及远，回复到那个上半身身上。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本身这个视线中只能看到一个下半身在那边，在他把这个电棒按着了以后，就有一个透明的人慢慢从他的视线内到跟他脸贴脸，然后慢慢往回退到了那个透明的下半身身上。那个感觉上是什么呢？那个感觉上就像是有一个半透明的人站在他的床边，然后弯腰压在这个小新的头上，贴住他，或者是更可怕的是，可能用他的上身的影像，这个半透明的身形含住了他的头。那随着这个半透明的人影从他的这个视线回到了那个下半身上之后呢，小新就能动了，他的头可以动了，他就叫出来了，就这样叫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半透明的人站在他的床边，当着他的面咳嗽了2声，就从窗户跳出去了。说是跳可能不太准确，他应该是双脚站在地上向前一跃，像是一个跳水的姿势一样，从窗户噗就出去了。小新惊恐万分，他甚至不能分清楚他看到的是梦里的，他在做梦，还是他真的看到了。他仔细回忆那个影像呢，就是他一开始醒过来看到的全部都是一片漆黑，应该就是那个半透明的人跟他的头部是重合的，导致他看不到任何的光线。那手电筒的强光可以让他透过这个半透明的人影勉强看到一点景物，所以是有点模糊，像从水里看出去的一样。这个半透明的人100%跟他的头部是重合的。经过这个恐怖的经历呢，小新第2天也赶快去寺庙拜拜，并且找到了庙公，问说他的这个情况是为什么。那这个庙公经过了一系列的专业操作之后呢，就说这是一个路过的孤漂孤漂，只是刚好在他经过的时候呢，有跟小新对到眼，就是小新有在看到他，他认为小新是看得到他的，跟他有了羁绊，有了这个交流，所以就一直跟着小新。当然了，庙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专业上的处理，处理好之后呢，就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是呢，小新偶尔还是能听到咳嗽声，只是他听到咳嗽声再反应过来之后呢，他发现那个咳嗽声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发出的，他并没有想要咳嗽，他偶尔听到声音，自己咳的，就是他会进行那种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的咳嗽，落了这么一个后遗症吧。好的，这是今天分享的真实灵异经历的故事了，感谢各位，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